近日，一份特殊的报告横空出世，令世界瞩目。印度竟然成为了世界经济增速的领跑者，欢呼与掌声瞬间涌入，一幅美好的蓝图似乎正在南亚的古老土地上渐渐展开。甚至有机构预言，到了2080年，印度经济将超越中美，成为第一。然而，繁花似锦的印度经济表象下，实际上隐藏着危机重重。南亚大陆新德里，这里是印度的首都，也有人坚信这是下一个奇迹发生的地方。在不少人的印象里，印度是一个颇具神秘色彩的古国，有悠久的宗教、动人的传说、稠密的人口。可无论如何，印度距离发达二字似乎都有着一段不远的距离。然而，最新公布的一个数字却震碎了人们的固有印象，令世界不得不重新审视印度。众所周知， GDP 是衡量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， GDP 增长率更是关键数据。去年末，印度政府发布了一份报告，报告的内容很简单，是印度国内的第3季度的 GDP 情况。可报告问世后，却犹如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，在世界经济的池塘里炸出了引人注目的水花。原来，在2023年7月到9月间，印度的 GDP 增速竟然同比飙升了 7.6%。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今日，这个不得了的数据堪称奇迹。去年第1季度，印度的 GDP 增速一度同比增长了 6.1%， 本就令人惊叹。但人们更没想到，印度还能刷新自己的记录。根据印度央行的估算，在2023至2024财年期间，印度 GDP 的平均增长率最终应当稳定在 7% 左右。毫无疑问，这一傲人的数字足以帮助印度在 GDP 增速领域摘下第1的桂冠。印度的表现引起了全球各大经济机构的关注。对于印度的未来，这些机构普遍持积极态度。比如标普全球是著名的评级机构，去年年底，该机构发布了一份关于国际信用的展望报告。报告中明确预测，未来3年印度经济都将强势增长，在增速方面或许会稳居全球经济体首位。就连大名鼎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相当看好印度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，只要再给印度3年的时间，它的 GDP 总量就能将日本甩在身后。到了2027年，德国也不再是印度的对手。如此一来，便造成了一个令人惊叹的结果：或许印度很快将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3。就经济体量来说，唯有中美2国才能压印度一头。GDP 的高速增长令印度全国欢欣鼓舞，信心倍增，而西方机构的预测更是给全印度注入了一剂强心针。果不其然，印度飘了。在这一系列预测中，甚至有机构称，到了2080年的时候，就连中美也不再是印度的对手，印度会成为世界老大，在经济上独领风骚。当然，这种说法只会令人感到啼笑皆非。印度经济增速固然快，但这与印度基础差、底子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现如今，印度经济的确处于高速增长时期，可一旦到达临界点，速度自然会放缓。所谓的奇迹，其实是经济发展规律里的必然环节。另一方面，印度还有5大难题摆在他们的眼前，避无可避。
也算不上好。十字路口或许是对印度处境最贴切的形容。莫迪上台后，印度的外交战略逐渐改变，在莫迪政府的带领下，印度慢慢将自己挪到了中间位置，其实就是在大国之间玩平衡。而印度的独树一帜确实收割了一部分利益，但也将为自己带来麻烦。印度在国际上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大国的制约。印度自作聪明，以为稳稳地走在钢索上，将大国玩弄于股掌之间。可实际上，大国将印度的小动作尽收眼底，印度很可能自讨苦吃。以美俄两国为例，尽管美国的印太战略轰轰烈烈，看似为印度留出了一席之地，可实际上，美国对印度的防备心很重。美印两国从根源上便是水火不容，因为美国只想要一个得力的南亚小弟，而印度却妄图成为足以撼动美国的世界一己。再说俄罗斯，印度得意洋洋想通过与俄罗斯交好的方式给美国造成压力，然而俄罗斯也能看穿印度的伎俩，并不会甘心给印度当工具。先前为了削弱美元实力，印度与俄罗斯达成本币交换协议，可囤积了大量印度货币的俄罗斯却花不出去，这令其相当恼火，立刻提出了抗议。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都不会被轻易蒙骗，印度将外交的平衡战略想得太简单，却忽略了自己实际上并没有威胁大国的筹码，最终只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除了大国的制约外，印度所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与巴基斯坦的冲突。印巴两国结怨已久，短时间内根本无法解开心结。上世纪60年代，两国甚至险些在冷战的背景下走向核对抗。想要发展，保障周边安全，或许是基础中的基础。可就连这一点，印度都无法保证，陷入了严重的安全困境。半个世纪已经过去，可印巴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。坦白说，这就是一枚定时炸弹，不知何时会引爆。另外，印度的第三个问题是深深的战略迷茫。莫迪政府看似将印度经营得有声有色，可实际上的发展战略依旧有着很强的依附性，往往会跟随国际局势而发生动荡。印度是一个典型的海陆复合型国家，海权与陆权之间本就要有所取舍。北方的陆权与南方的海权，究竟谁才是这一时期的发展重点，是莫迪政府必须反复思量的大问题。这一问题不解决，印度便会如同航行在迷雾中的巨轮，失去方向。国内社会混乱，制造有危机重重，并未发展出真正的经济增长点。国外大国压制，印巴冲突未解决，陆权与海权的选择充满迷茫。这样的印度注定不可能超越中美，只能在想象中成为大国。